我包养了个清贫的男大学生，正准备把他裤子脱了，结果系统告诉我这是男主，我手慌得要死，急得都要冒出泪花，那腰带却怎么也系不上了。裴燕镇定地斜睨着我，眼神深邃，花了3000万就这么系回去了，岂不可惜？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一本小说里的恶毒女配，24小时待命，等着系统通知我上班，狠狠压榨欺辱男主。我摩拳擦掌，等了1年又1年，脑海里始终安静如初。可恶，等任务开始，我一定得多踹男主2脚，狠狠证明我的价值，加速他黑化进度。不过很快我就没再烦恼这件事了，我遇上了我的真命天子，一个浑身上下都透着穷的男人。而巧了，作为尖酸刻薄、善妒的恶毒女配标配便是有钱，特有钱。我吩咐助理每天换着花样给他送奢侈品，数不胜数的限量跑车、名牌手表当即潮牌堆放在他寝室楼下。他长身玉立，神色冷清，全身上下的衣服恐怕都不值200块。裴燕却大言不惭地教育我，别拿你肮脏的铜臭味来侮辱我，钱不是万能的。我沉默了片刻，还是不信。我是个坚定的唯钱主义者，下定决心要让他见证钱的万能。助理殷勤地给我递上咖啡，把调查到的资料呈现在我面前。他还有久病的母亲、欠债的父亲、顽劣的弟弟和一门同样透着穷酸的娃娃亲。我很快击中他的痛点，帮他在急救室的母亲付清了医药费，把他欠债的父亲绳之以法，再漫不经心地递出我的黑卡。你看，有钱都解决了。我成功踏上了包养他的道路。一晃2年过去了，他褪去了少年时的那份青涩，脸部线条利落俊朗，眉宇间也添上了捉摸不透的幽深。可喜可贺的是，经过我2年来的调教，他很好地适应了金丝雀的身份。他自然地将我揽入怀中，宽大修长的手轻一下重一下地帮我按摩着酸痛的腰，隔着轻薄的轻纱，暧昧的像是调情。空着的手掠过我的头顶，按着语音键。南城的地可是块烫手山芋，3分力，我可以考虑给你解忧。这2年他成长迅速，白手起家，建起了如今展露锋芒的公司。他侧脸生硬凛冽，带着金丝镜框，谈起公务来严肃认真，散发出一股不容亵渎的清冷感。我扫兴地从他怀里探出，按下床头的开关。下次忙就别来了，我每个月给他500万，不是让他搂着我谈生意的。暖光灯懒洋洋地洒在他身上，莫名地多添了几分人肤感。别急，他慢条斯理地摘下眼镜，把手机丢在柔软的床上。裴燕说，马上来伺候你。他的手丝滑地钻进我的下摆里，我羞得满脸通红，拿脚踹他。我没这个意思。灵活的双脚被制住，他灼热的手心附在我裸露的大腿上。你没尽兴。他温热的吻落在我眼角。裴燕说，你都花钱了，我得提供好服务，不能毁了我的招牌。灼热的汗水从他凸起的眉骨滴落，性感又禁欲。我直咽口水，问我说什么招牌？裴燕说服务舒适，让人流连忘返。2年了，没一个差评。我在他猛烈攻势下绷紧了身体，脸上飞霞。谁流连忘返了？裴燕，他胸口闷笑，没流连忘返啊。裴燕慢悠悠拖长嗓音。裴燕说，那我今晚努力，让你物超所值。他灼热的吻落在我的肩头，缓慢的寸寸舔舐。我又羞又愤。裴燕说，是你教得好。裴燕愈发的如鱼得水。我不禁回想，刚和我建立这种见不得光的关系时，他还是个青涩的男大学生，牵个手都会害羞脸红，活生生被我一摞摞的钱砸成了以身待人的金丝雀。在我给他母亲支付起高昂的医疗费时，他第一次低下了高傲的头颅，那洗得发白的白 T 恤也似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烟雾。这钱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我坐在奢靡的劳斯莱斯后座，车门敞开，仰头望他，我不缺钱。裴燕落魄得像丢了魂，低着头沉默许久。助理闻声识趣插话，小姐，您机票已经晚点了，主办方那边说秀场推迟，等您到了再开始。我低头看了眼奢靡低调的女士，镶钻手表，眉头压着不耐。你要真想还钱的话，联系我的助理吧，我挺忙的。助理按下红色按钮，车门缓缓闭合。裴燕抬眸，等下。她难为情的像是下定了决心，羞愤的埋起头。我可以和你在一起。什么在一起？可我是这个世界的恶毒女配啊！任务傍身，我没心思谈情说爱。我纠正他，不是在一起，是你正式被我包养了。他的一身傲骨彻底在此刻粉碎，眼底唯一冒着的那点星芒也消失殆尽，声音混杂着车辆启动时的轰鸣声，格外脆弱。裴燕包养，我打着商量，一个拥抱给你100万，一个吻200万，有其他需求再说，成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包养人，不太清楚市场价。他单薄的身躯在寒风里萧瑟，风吹起棉质的白 T 恤，鼓鼓囊囊的。他眼底漆黑，颓败的低头，声音弱得快被风吹散。陪我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奢靡豪华的秀场，自此他的新世界被打开，没那么桀骜，也没那么清高了。我给钱他就收，我要摸他就给，我满意的很。我想要是系统迟迟不找我的话，和他就这么相伴一生也行，毕竟他真的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可事与愿违，没等我先厌弃他，他就要脱出我的掌控了。我眼底潮湿，双眸迷离，痴情的要吻上他，凸起性感的喉结时，煞风景的叮叮声反复响起。我一激灵，失了几分兴致，
掐了下他裸露在外的脖颈，把手机关了，滚出去。裴燕把我拢在身下，衬衫被我扯得凌乱，唇红指白，薄唇略微红肿。裴燕缱绻不舍的长臂勾着我的腰，声音像是被沙粒滚过般沙哑，拖着长音解释。裴燕说，南城那边荒芜，没什么人住，江家急于出手，这烫手山芋。裴燕低头露出胸肌，坐在床头。裴燕露出胸肌，坐在床头打电话。裴燕坐在床头说，江家如今资金链断了，周转不过来，急于出了这块地，我们把价再往下压一压。我拢着单薄的被子盖在身上，闻声望去，倏地和他双目相对。他眼眸很烈，浑身散发着野心勃勃的气息，似居高临下的掌舵者，意气风发地决定着下位者的生死。我第一次切实地感觉到这个我从少年时包养的男人大变样了。他心思深重，杀伐狠绝，更过分的是，我隐隐觉得他要脱离我的掌控了。南城的这块地对他的公司至关重要，也许在1年后，他的旅游项目落地时，他便一举成为宜城最年轻的企业家。那时我投给他的几百万、几千万根本不够看。他卷起裤脚，利落地扣上繁琐的皮带，套上衬衫，单手系着纽扣，轻声凑到我耳边说：“5日后我来找你好吗？”裴燕偏头听着手机那头秘书汇报工作，边耐心等着我的答复。书弟，我抬眸，不行。是我亲手把他惯养长大的，可这份果实我还并未切实的享受，我不甘愿就这么放他展翅离开。3日后，花季酒店见。花季酒店是宜城最知名的情趣酒店。他稍微一愣，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：“裴总，江家那边不肯降。”他蹙了下眉头，拎起外套信步离开。包养他的这2年，我和他只限于抱抱摸摸，其他的我本想循序渐进，可如今我的金丝雀就要飞出我的牢笼了。我拿出手机，给他银行卡里转了3000万，顺带发了消息定金。做这种事我也是头一遭，那些东西五花八门，我图新鲜一一买来。当天我穿上了性感的裸粉色吊带裙，点燃香薰蜡烛，幽蓝色焰火在寂静的空气中摇晃，淡雅的香味丝丝缕缕沁人心脾，却丝毫没有缓解压抑窒息的气氛。他眼神漆黑，这钱是什么意思？我捡起他丢在地上的卡递给他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这是分手费，里面有500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。他眉眼低垂，压抑着情绪，一刀两断的事做得这么顺手，我是你第几个了？之前没有。他不信讽刺的勾唇，偏过头没看我，不耽误你找下一家，你时间宝贵，赶紧开始吧。他话中带刺，我抬眸盯着他，从哪一步开始？他懒散地斜靠在沙发上，两条大长腿交叠，漫不经心地敞开双臂，搭在扶手上。您出钱，您说了算。他阴阳怪气地挤兑我，朦胧的光下恰好掩住他眼神里的那份冷，带着若有若无的欲，勾得我心里发痒。我缓缓解开他的纽扣，鲜红的美甲和他白皙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一动不动，纵着我闹，我口水沾了他一身，还是没感动他下半身半点。他不经意的垂眸，添上一句：“就这点本事。”我纤细的手抵上他冰冷的皮带，咔嚓一声，焦灼的气氛逐渐升温，空气丝丝缕缕被暧昧涌入。他眼眸微动，依旧斜靠在那里没动。我不满他对我魅力的敷衍，下了重手。倏地，脑海里出现了我期盼已久的声音：001号系统启动。您好，我是和您绑定的恶毒女胚系统。我刹那间脑子清醒，动作一顿，紧接着001号爆裂式的机械音在我脑子里振聋发聩，震得我脑袋发懵。系统在黑色的场景出现，什么？他是男主？我的脑袋像是被一道惊雷劈过，我手慌得要命，把他的裤子往上提，急得泪花都要冒出来，可那腰带怎么也扣不回去了。他抓着我的手，把我拽入怀中，花了3000万，就这么扣回去了，不划算啊。他神色邪魅，眼里勾着欲。001号通过读取我脑海里的记忆，知道了我和他的相识相遇，发出更加震撼、猛烈的怒吼：“你是说我根正苗红、浩然正气的男主被你调成了这样？你还……”脑海里是001号一声声不可置信的怒吼，眼前是他暧昧的吐息，落在我的耳畔，低哑的嗓音像是沾满了罂粟，带着勾引的意味。乖，扣不上就算了。我找借口去浴室躲着，和001号复盘了当下的局面。小说的原本剧情是落魄凄惨的男主，在母亲惨死、被父亲折磨压榨后，遇见了热情开朗、如小太阳般的女主。女主在一次次接触中温暖男主，同时支持男主事业，让男主踏上事业高峰，成为南城新贵。这是个温暖老套的救赎故事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非但男主妈妈没死，他爸爸还被我送去了监狱，我还亲手给男主递上了捷径，让他早早的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我心里只有几个字：乱套了，一切都乱套了。我还没开始正式上班呢，就闯了天大的祸。001号此时已经摆烂，原本现在此时此刻的剧情是男主被他父亲的债主殴打，吊着半条命被女主拯救。现在的男主母亲健在，恼人的父亲也进去了，甚至还开了公司，早早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你让女主怎么救赎男主？我弱弱回复：可以吗？他咬牙切齿：你说呢？赶紧把我刚正不阿、阳光积极向上的男主还回来！我没法还给他男主，只得拼命做任务。001号在我脑海里叽里呱啦叫个不停。
现在你有3个方法挽救局面：一，让他妈妈在急诊室；二，把他爸爸救出来；三，把他搞破产。我果断选了3。我犹豫地问：要我骗走他全部家当，这不是诈骗吗？犯法吧？001号拍着胸脯，我可是专业系统，只要是推动剧情的行为都没事。小说里什么病娇，男主囚禁女主，男主为白月光不顾一切的情节比比皆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叮咚，他的微信消息发来，不当色鬼，改成诈骗犯了。我连忙把他拉黑，再把卷来的巨款发给女主，留言这笔钱至关重要，在3日后以投资的名义发给尾号 XXX 的账户。3天后就是南城地皮成交付款的日子，如此他就能在最困苦的时候被他从天而降的财富感动。正在我畅想男女主猛烈的一见钟情剧情时，我光荣的被请到警察局了。漂亮，面对2个警察，我嘴张开了又张。系统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想脱罪说我是主谋，那你下一秒要进精神病院了。好好好，我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001号聒噪的声音再次反复响起，这就是我乖乖女儿吗？我的宝宝呜呜呜，她真的好乖好漂亮啊。我偏过头，视线恰巧和旁边女人相对，她晶莹的眼眸里布满了惶恐，轻抿着唇犹豫地问：警察叔叔，事情调查清楚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这就是女主，她清秀漂亮，巴掌大的脸上长着小小的五官，被拒绝后秀气的下巴陷在立起的衣领里。我一阵激动，眼里冒着星光，拍了拍她的胳膊：我给你的留言你看了吗？她迟疑片刻，惊恐地拖着凳子离我远了1寸。我轻声蛊惑：别害怕啊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想不想拥有个帅气逼人、温柔体贴的对象，往那账户打钱就有哦。他害怕的往里缩了缩，抬眸求救：警察叔叔，他好像不是洗钱的，是诈骗犯。我沉默不语。裴燕姗姗而来，黑色羊绒大衣，下摆随着步伐扬起冷冽的弧度，利落爽快地解决了这件事。警察局门口，他冷着脸走在前头，我像鹌鹑似的跟着。女主似惊魂未定，没说话，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。裴燕长身玉立，剑魔般的身材斜靠在车前，我这才发现她今天穿得格外张扬，羊绒大衣敞开着，黑色内衬紧贴腹部，完美的勾勒出健硕的肌肉。我本就馋她身子，不停念着这是男主，才勉强稳定心智。他说道：江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，这件事我替他赔，不是连累你一起进警察局了。他们认识。他压着不耐，冷声解释：江家的大小姐南城的地就是他家的。哦，早有缘分啊，果然是男女主的牵绊。我认命地拉开后座车门，正准备一屁股坐下，驾驶座上的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：来前面。我不情不愿地拖着步子瞪了他一眼。001号，恨铁不成钢，你都让出副驾驶了，这男主怎么这么不识相？那女主怎么办？我的树宁 CP 啊！一声声叫得我脑袋疼，我脸色更难看了。他骨节分明的手扶着方向盘，脸色沉郁，还有脸发脾气。我嘟囔着，顶嘴，不就是花你点钱吗？我这些年给你的也不少吧，虽然也没多到3亿。裴燕咬牙切齿，用气音说：况我说家里出事了，急用钱把我家产全骗去了，结果呢，去把妹了。他气得胸口起伏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，又想砸钱让他和你在一起，这次是给他砸了3亿，又救了他什么人？我有口难辩，趁机苦口婆心，压低音线。感情这事不是砸钱能砸出来的，你呀，还是改邪归正的好，以后别被人包养了，一定要记得你的初衷啊！金钱都是肮脏的，我们都是在用这种赃物腐蚀你的灵魂。睡都睡完了，你谈这些？他气到青筋直跳，是想把钱要回去了？我缩着声音，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滚去后面，去就去。我刚摸着车门把手，就听他又叹气，算了，怕你去后面偷摸他手。不是，我在他面前真的有这么饥不择食吗？后座微弱的声音传来，其实吧，车里没有这么隔音，我听得见。我回头望去，女主抿着唇，有些难以启齿地说：谢谢你这份心意呀。她顿了顿，但我还挺喜欢男人的，不好意思。她一身白裙落荒而逃，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。我懵了，一个两个的，我真没这么饥渴啊。我闭目养神，心累了，开车吧。车辆引擎声迟迟没有响起，我掀他眼皮，迟疑的偏头对上他略显幽深的眼神。他喉咙发干，吸了口气，轻咳了声，带着欲盖弥彰的意味。我那天表现有那么差吗？他敛眉，难以启齿的咬字：差到你对男人失望了，去喜欢女生。我什么？因着江家的财务危机，南城那片地的成交推迟了几天，许是恶意竞争，把名下的地产压低了几分价，要卖给他，活生生要把江家逼得宣告破产。001号叫唤，千万不能让男主成为女主家里破产的间接推手啊！我硬着头皮去找他，你不会真要了许家的地皮吧？他坐在总裁办公室里，内里装修低调奢华，一身笔挺合身的西装，手里转着签字笔，抬眸看我。许家地皮价格低，实惠，我为什么不要？他勾起冷笑，怎么想要我帮你追人，帮他加一把？我挪着步子凑近，大不了亏损的部分我补了，反正我有钱。他眼神又冰又冷，低下头，囚禁的字体落在合同书上。你追起人来真是大方，为什么会生出这些误会啊？
我真不喜欢他。哦，不喜欢还费尽心思就将家于水火，不喜欢还无缘无故给他3个亿。他指尖泛红，用力攥紧笔头。这次合约过后，他也要像我当年一样被你感动到不行，然后过2年再被你甩了是吧？我憋着气，不帮算了，拉门准备离开。他清冷的声音响起：许家地皮价格低，可那位置地处商业区附近，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。我欣喜若狂，什么意思？他没什么表情。签了，将是。女主为了感谢他，特地在南城摆了一桌。001号满意的看着对面相视而坐的2人。这才是我的男女主正常走向啊！如今男主救了女主一把，我的女主又是个善良的宝宝，她肯定会感恩戴德，一来二往的关系不就近了吗？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嫁给男主了，就是可惜那些救赎桥段。说着瞪了我一眼，被你搞砸了。我无聊的嗑着瓜子，听着他们你来我往地说着，恭维话谈论着南城地皮的细节，昏昏欲睡，直到后面一道清丽的声音响起：我知道是你求的他啊，怎么还有我的事情？他真诚的道谢，伸出纤纤玉手，谢谢你。我头脑还发蒙着，伸手回握了下。啊，没事。右侧灼热的目光毫无顾忌地落在我身上，凉飕飕的，可得好好摸摸啊！这可是一个合同换来的一次握手。他这阴阳怪气的模样，气得我抬头瞪他，故意气他。是啊，我摸完都不洗手，晚上亲着睡，手里柔软的触感被抽离。对面女人怒目圆睁，带着羞涩和恼意。不可以！我蹙眉，她脸色怪异。你们说悄悄话的声音真的可以小点？她声音缩在喉咙里，眼里是坚韧不屈，带着一丝迷茫，像极了2年前她倔强的模样。她扭捏犹豫着，你要是真的想，我可以多和你牵手的，但是别那么变态。我心直跳，比起我001号更是夸张的尖叫。啊啊啊啊！我要你把我正直男主还给我，结果你呢，又把我乖乖女儿要掰弯了。女主偏过头解释，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女生，这份恩情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剧情走向怎么这么熟悉？此刻我好像应该在劳斯莱斯后座，淡定邪魅的勾唇说，江延宁如果只是还动，就和我助理谈吧，我挺忙的。他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冰着一张脸，目光寸寸从我脸上挪过，轻声薄笑，呵，你撩人的本领真是一成不变。他脸色难看，跨步离开，我连忙跟上，拉过他冒着青筋的手腕，别走啊！他走了，那女主和谁暧昧呀？他脸色黑沉，黑眸牢牢锁着我，不走看你和新欢恩爱缠绵吗？怎么还需要我这个前夫哥给他传授一点经验？我扶额，不是，我耐着性子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他憋着气，眼底破碎，脸色苍白。你玩腻了我，还让我亲身参与你的恋爱过程，别对我这么残忍，好吗？他微微偏头，额前几缕碎发垂下，遮住他黑沉的目光，显得孤寂又脆弱。我心沉沉地跳着，没有玩腻你，他更不是新欢。我费尽心思想要把扭曲的剧情拉回正道。原版小说里，男女主感情逐渐升温的过程是：男主带女主看电影，男主给女主做饭，男主给女主在游乐园放烟火。可他们俩拒不配合，我被迫成了电灯泡。我带他俩看电影，选的鬼片，结果2人瑟瑟地躲在我怀里。我给他俩做饭，结果喂谁吃我煎焦的荷包蛋，吵了一架。总算我重金包下了游乐场，放了漫天烟火时，他们俩之间似是擦出了点火花。2人并排走着001号欣慰的感慨。女主以为这是男主为她放的烟花，肯定感动坏了。这就是男女主注定的宿命啊！我的乖宝们要表明心意，在一起了吧？原本的剧情里就是这次烟花促进了他们的感情，在一起啊！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他禁欲深邃的眼眸，想起他灼热汗水滴落时那性感的模样，那他是不是也会在女主耳边喘息缠绵地拥抱她？我努力压下心里涌起的一丝不悦，眼前的2人走得很近，似在耳鬓厮磨般配得很。只是女主时不时出现在我面前，旁敲侧击，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我啥？你可以试着去谈一场正常的恋爱。我黑人问号脸。女主目光游离，难为情地闭了闭眼，视死如归般说，我知道你玩的花，但是这种模式我不太能接受。他眼前一亮，我哥和我长得挺像的，这份恩情就让他来还吧。我问问他能接受吗？我一头雾水，他努力紧绷着神情，一路上没说话。等到深夜送我回家时，他拽着我的手腕，你这是什么服从性测试吗？我被抓得挺疼，挣扎着，别动我，不答应的话连碰都不能了吗？他们俩今天怎么莫名其妙的很疼？我低头心疼地揉了揉发红的手腕，再次抬眸时才发现他眼尾泛红，睫毛轻颤，似在努力克制翻滚的情绪。怪不得你说没腻我，也没找新欢，感情你是想3个人啊？我这个误会又是从哪来的？感情他们俩当时在烟花下讨论的是这事，我是想你们俩好好相处。是啊，大房2房住好了，你不就无忧了啊？还能这样解释？001号每日一尖叫，你把我男女主干到哪个频道了？干po文了吗？我一脸无辜，我勤勤恳恳做事啊。他憋了很久，指尖焦虑地敲着方向盘。谁是大房？我诧异转头，他紧绷着脸，我没答应，就问问。女主还真说到做到。我望着和他7分像的男人，额前冒起黑线，我真没那种癖好。你走吧。
穿得像花孔雀似的男人充耳不闻，目光寸寸打量着我，紧接着把我领到了 A 市最大的夜店。灯红酒绿，一派奢靡。他大气的叫了一排男模，顿了下，看了眼我，又贴心的叫上几个女生。好，我的名声是彻底毁了，任务完成的一塌糊涂。他也生气了，不回我消息了。我颓败的往嘴里灌了几瓶酒，喝得浑浑噩噩，眼前竟然出现了几天没找我的他。反正是梦，我恍惚着冲他招了招手，过来给我摸摸。好久没摸他的腹肌了，甚是想念。想当初我包养他的时候，想摸就摸，想抱就抱，而现在竟然只能仗着做梦放肆一下。触感温热，结实紧致的8块腹肌块块分明，我脑子一激灵，好像是真人。他眼里蕴含着浓烈滚烫的情绪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。我害怕地往里缩了下脖颈，不小心碰到了另一边的男模，他一脸终于来活了的表情，殷切地叫着：“姐姐，刚才冷落人家这么久，现在让人家来伺候你吧。”他挂起谄媚的笑，这个哥哥太凶了，没我温柔。我喝了酒的脑子慢慢转着，他全程冷眼看着，丝毫没有要参与的意思。男模的动作愈发嚣张，轻蔑地看着他，像是上位者般。冷感的手即将搂上我的腰时，他终于动了，把我拦腰抱起，落下冷嘲的话：“你还不配碰他。”他把我堵在夜店的暗角，昏暗的灯光洋洋洒洒琐碎地落在他精致的侧脸。我被迫抬头看他，他浓墨的眼底掀起猛烈的风暴，压抑到极致的情感仿佛刹那间就要翻天覆地。他俯身浓烈焦灼的氛围让我不由得颤了下。我以为迎接我的是满腔的质问，猛烈撕扯的吻，结果他颓败的低下头，下巴抵在我肩膀，声音脆弱：“他们很脏的，别要他们，好吗？”灼热的泪水滴落下来，他满身的傲骨像是被打断，委屈的蜷缩在我怀里。你要是真的想要的话，他的话缓缓轻轻的落下，3个人也行。我的心像是被重重捶打了一下，紧接着是疯狂的跳动。001号此时摆烂了。男主已经被你调教成狗了，你的舔狗！我满脑子都是他那滴烫人的泪水。我这辈子极少数的被人这么坚定的选择，在他的印象里，我是那么狼狈不堪，混蛋！可他还是把满身的骄傲、自尊踩在脚下，捧到我眼前，脆弱又委屈地说：“只是拜托，别这么快厌倦我。”我无法克制地回报他，把他抵在墙上，踮起脚尖，吻下他滚烫的泪水。我喜欢你。我承认我不愿做这狗屁任务，我亲手调教出来的男人，我凭什么拱手让人？他的每一寸都长在我的心头。我知道他眼底空洞压着不悦，只喜欢你。我补充道，他眼底满是委屈。那江延宁呢？我双手抱紧他，感受着他灼热的体温。当时我是真想撮合你们俩的。他不知道，信没信，只是双手把我扣得更紧了些。可我只喜欢你，我贪恋这份美好，无视脑子里胡乱崩溃乱叫的系统。我的树宁 CP 是毙了啊！我缱绻地亲上他冰冷的嘴唇，慢慢摩挲着，安抚他焦躁不安的情绪。他愣了下，慢慢的回应，含着我的上唇笑了。这么急吗？刚表白完呢。我咬上他的唇，上次没做完的事得继续，我花了钱的。他垂眸调笑，我那3亿够几次？可恶！我没料想到，等我和他正式在一起的消息公布时，最兴奋的居然是女主的父亲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水，你总算安定下来了。我差点以为我这把年纪了，要亲手把自己女儿送出国了啊！为了躲我，至于吗？不是外面的我名声到底怎样啊？女主冲着他双手摆摆，求你紧紧抓住他，我不想出国啊！我沉默不语。系统见此场景，无奈叹气，沮丧了2天后，终于又出现了。算了，这个世界我可以改成海女，回头是岸的题材肯定也很爆火啊！浪迹一生的花心少女为爱觉醒良心，回头是岸，好好磕，不是这像话吗？他把我拥在怀里，这时候还能走神？他故意顶了顶我，温热的吻落在我眉心。2个亿的债还没还完呢。我眼神迷离飘忽的，意识里倏地想起桌上的条例，他又给我打了3个亿，上面写着亲一下300万，深入交流500万。我哭了，就他这赚钱速度，我要还不起了。